台南盐水有名的小吃不只是意面，还有一个在地人很爱吃的下午点心，叫做豆签倒枪。倒枪看起来很像是面条，但其实它不是面。早年它被称为是穷人的面条，因为在生活清苦的年代，农家买不起面粉来制面，就用米豆来取代磨粉加工，吃起来带有淡淡的豆香。因为外形很像签，也被称为是倒枪。盐水有一家经营超过40年的豆签羹，为了保持最佳的风味，店家都是一锅卖完才再煮下一锅，避免煮太久会糊掉。现在老店已经传承到第2代了，第2代兄弟档原本都在竹科工作，因为家里实在需要人手，兄弟俩回乡接下家业，也传承了上一代对古早味的坚持，让这碗羹继续在盐水飘香，继续留在盐水人的记忆里。盐水人下午茶吃什么？不少人选择这一位。你要什么？大的鹅啊，好，里面就内用啊，外带。大小。还有短碗。午后2点，营业时间一到，来吃点心的客人便接连上门。只不过大锅里的东西看上去像面，又不是面，到底是什么？他们会以为是什么？第一印象看到会觉得是面啊，那因为它现在是用面的机器下去做，所以就长得很像。我要给解释一下，就是还要再特别跟他解释一下，尤其是外来客会更常问这种问题啊。原来这就是豆签羹，这名字对许多人来说或许陌生，甚至年轻世代可能连听都没听过。但有趣的是，很多客人来一次会点2碗。你是当正餐吃还是？我通常是比较偏下午茶。你一次是点2碗吗？哦，对。为什么？就是在地应该很多会点1碗有料的，然後1碗清的会比较便宜，可是会增加一点那个就是饱足感，因为它几乎不太需要酱，它就很好下口，有点像粥的那种感觉。多久来一次？ 1个礼拜啊。吃的蛮频繁的。对啊，蛮好吃的。没有，这是点心呢。这碗豆签跟你吃几年了？哦，我今年56岁，差不多40年了。4段1个辣啊，整这位哈，用整这位。OK。多年来，这家店只卖豆签羹这一样，盐水人却为它着迷。店家也曾获选台版必比登500碗的肯定。假日时多的是来朝圣的外地客。豆签软而不烂，入口滑溜，带着淡淡豆香，配上满满的鲜蚵与大块虱目鱼肉，海味十足。但是在农业时代，它被称为穷人的面条，因为当年农家买不起面粉制面，就以米豆磨粉加工。由于外形像签状，也称作豆签。你做馅吼，较艰苦啊，而且你吃豆签。安尼较紧，对，煮一煮，随送一田里面给那个工人吃，就比较快一点。因为这些吼，当时热吃袂落去，伊就较好吞咯。其实范汉祥和太太一开始卖的是霸丸，因为大舅子是中破塞，忙着板豆兼卖豆签羹，分身乏术，才把摊子交给夫妻俩接手。伊昨暝12点入去过来，你也等来说吼，就是拢规尾啦。伊个人拍无清气，像我那个个整理一下，做40年的嘛，拢我咧整理。啊，我教互因哈。啥有啦，有啦，做慢慢来啊，因为老人啊吼，袂使休困，休困的老人厝底去。没有复杂的食材，大量新鲜的虱目鱼肉是这碗羹鲜味的来源。大部分每天差不多40斤啦，如果用多一点的话，可能50斤到60斤都有。假日比较多，对，假日比较多人进来，而且你们切的蛮大块的，客人吃起来才会有那个口感啊。如果太小的话，在烫的时候有时候会碎掉。不止青鱼鳞他自己来，40年来他都亲手煮羹。
这袂使烫伤久的吼。我这个色哦，伤色哦，会涩啦。会涩哦。对，啊咧，等好拄好客吼，拄好烫好拄好客吼，迄鱼啊足甜的。煮这汤哦，川烫起来就三百鱼汤做高汤，鹅啊另外川烫，因为鹅啊烫起来水乌乌唔好，啊我睇那个炒脯啊。汤里加的是桃瓜，台语叫不啊，但早期不是加不啊，配料也没那么丰富。以前用那个胡瓜，无说咧红瓜，人咧用迄个。生迄个鸡啊，煲迄个红鸡，啊种红鸡少啊无，即马较无人去种啊，即马拢用改良用补啊，这迄个燕油。不啊让整锅汤更清甜，再加点硬油提味，味道更有层次。而豆签需要分批下锅，快速搅散，不能让它在滚水里待太久。火候、咸度、下料时机，全靠范汉祥多年的手感和经验掌握。这豆签被煮就不稳哈。免，几分钟就好了。要不要5分钟？差不多。最后勾一点薄芡，撒上油葱酥提香，这就是范家版的豆签羹盐水限定滋味。如今卖豆签羹的店不多，除了盐水。基隆庙口和新营还吃得到，也各自发展出独特口味。但在这里还有一幕很特别，摊子旁不时可以看到范汉祥煮羹汤，他坚持一次只煮一锅，卖完再煮新的，避免豆签久煮糊化，影响口感。卖完了爱个煮啊哟。一定差不多卖偌久哈？无一定啦，你人客像迄落啥，假日吼，礼拜四啊吼，这一位客人做10外分，做20分个卖完啊。看人客多少，迄上正嘛5、6点呢，5、6位，迄一位客人100碗。他们没有请外人当员工，老父亲把关味道，店里大小事全家一起分摊。其实2个儿子原本在竹科工作，回来帮忙并不在计划里。因为金融风暴的关系，所以公司在裁员。想说好吧，那我就回来帮忙啊，让家里少一点负担啊，多一点人力来帮忙这样，然后让爸爸妈妈他们可以专心在准备材料。说真的，这味道是爸爸一手打造的，他们觉得没必要去改，唯一想变的是这件事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店家都会习惯说，可能1周休1天，或是说固定休，或是比较长一点，可能10天休1次。可是有时候我们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要休息一下？可是爸就说不行，我们最长的时候可以连续做4个月都不休息。用刻苦耐劳来形容这对夫妻一点也不为过。范汉祥曾获选全国模范劳工，他和太太也分别得过模范父亲和模范母亲。这份用心深深影响2个孩子，兄弟俩不希望这碗羹从盐水人的记忆中消失，但他们很清楚，要延续味道，有时得靠缘分。主要做豆签的这个商家，他们年纪也大了，而他们小孩子呢是在做卖那个粉啊、油啊之类的，他们不是专精在做豆签，所以随时也有可能不做。那时候我们也有想过说，不然我们就顺势啊，就是说看如果店家愿意做，我们就继续做；如果不做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收起来，或是说传给想要做的人。我们当然希望说能一直做下去，但是现实面也是有没办法控制的地方。2代人心意相通，都希望这碗热腾腾的豆签羹，暖的不只是胃，也守住盐水人的日常与城市记忆。